大家好啊，今天晚上好，今天是2025年4月14号星期一晚上的8点半开始的直播啊。上一次我给大家一起的那个星期一的直播，到现在短短的7天啊，这其实股票经历了大的风浪。上个星期一的时候股灾全世界股灾，香港跌了十几%。然后我看到机会突发的给大家一个直播啊。那从上次到现在，好多的网友email 给我说，哎呀，好开心啊！上次看了直播之后赚到钱了，赚了还不少钱了，所以今天也是再一次的给大家一个直播。因为今天晚上我刚才准备了满满的内容28章内容。真的是好精彩，我自己就觉得好自豪非常精彩。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中间整个过程也是满满的我还在想送一只股票给大家这个现金的股票所以大家要密切的留意怎么参与这一个游戏那一开始也是这样，大家进来的新朋友、老朋友也可以打个招呼。特别是你是在哪一个地区的、哪一个地方的，也可以打个招呼有时候我看到不同的地方的网友会因应大家的不同的地方讲那个地方有关的信息会多一点，好吧？那今天晚上呢，刚才有讲过也是很多很多的信息量，很多很多的内容。第一个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秘诀配方这个秘诀的配方。当时呢我是星期三的时候用的这个配方给了大家 GMT 讲了我对整个关税战的看法，推算了上一次的直播讲了5个可能性到了星期三的时候讲了6个可能性，加多了一个可能性，而且是推算了哪一个可能性发生的机会是最大的，而我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去投资的从上个星期三讲完 GMT 开始到昨天今天早上我看的时候我是赚了291万多291万多。所以这个秘方你觉得值不值100万告诉我值不值或者你觉得是值得更多的，或者你觉得是值得不值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都可以告诉我 OK 那5天赚200多万那我觉得这个秘方有了之后，大家是可以不断的套用应该只超过290多万吧，对吧？今天收市之后，我这个 PPT 没改，收市之后一看，今天我的这个股票里面也只是复投那个账户我还有汇丰的账户的复投那个账户又多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起码值400万，对不对？好，值得谢谢或者你觉得值得更多的好，也是这样，今天晚上呢很多的内容，所以 A、B、C、D 你想知道哪一个多一点，大家可以写一下之后我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投票，哪一个就会讲深入一点讲多一点，好吧？那给大家30秒时间来投票的时候呢，也是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我到台湾去做采访啦好多人就说哎呀你平时讲了听你讲了这么多的 YouTube 讲了这么多的宏观的这个心得啦见地啦看法啦原来不知道你是谁只知道你看东西看得很准，但是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呢当时在台湾的一个主播访问了我之后这个上传了这套影片出去了之后，也收到好多的台湾的朋友说，哎呀，从来不知道你是原来是这个故事的这么这个动人的那所以呢也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来一个互动一点的游戏，好吧？那所以我有3个缺点已经写在这里了但是只有一个优点，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在留言区写一下，你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我自己讲自己的优点好像有点自己夸自己不太好，对吧？我们华人还是比较谦虚点所以我先说我有3个缺点，才只有一个优点。那你听了之后，你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大家可以在留言区也是给我一个这个看看大家写的准不准那
其实呢，我个人呢以前是念工程师的啊93年开始投资了，学投资了啊，然后又去了 MBA 啊，芝加哥的 MBA 学经济啦、金融啦等等那结果呢97年的时候输清光了所以好失败输清光了科网股的时候 .com 2000年的时候又输清光了第二次了所以呢输了好惨结果还没放弃。到了03年的时候，当时也在自己创业，创业也不是太顺利创业也一直在这个兜兜转转的失败。所以03年的时候呢，只有50万港币，钱不是很多，但是呢，看准了香港的楼市到底了，也是用了一些方法之后我都在我的房地产课程里面教大家了，包括怎么去找溢价跟人家谈判最后是谈到能够低过市价20%以上的一个楼价来买楼的方法等等等等所以呢03年开始在香港楼价最贵的地方这个年年买层楼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这个到19年之后就不再买楼了开始放楼了。因为看到这个楼市不对头了，香港也不对头了那我们呢致富学院是08年成立的07年筹办08年成立的，到了2015年也是做到了香港最大的财商教育的机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有人说哎呀我的优点那一会儿我再看OK 那到了2021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新冠疫情就什么都线下课程都停办了，不能再办了。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开始经营 YouTube 刚开始只是在 Facebook 随意的分享到后来是2021年开始呢，在 YouTube 上面这个这个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来分享那到现在也看准了几样东西，包括在2021年已经看准了 NVIDIA，后来也看准了 AI 的革命浪潮来的股票然后呢，这个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看好了中海油也是涨了很多倍的这个港股不太好，但是中海油还是财息兼收的那当时也看到了美股的牛市，去年已经年底的时候已经说要非常谨慎了，也是去年年初的时候第一个，应该是最早的那一个看好港股，而且是整年都在大楼大股跟大家说这个港股未来的一个涨的幅度是我20年来20年之前到现在20年之前的把握的香港的楼市，现在是把握了香港的股市当然现在也是全世界有好多好多的同学也是通过我认识了了解了港股来投资港股当然也有中概股，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也有，当然了美国也有股票Rich 当然是specialize 这个专注美股的 OK 好，我讲完了，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优点什么分析判断很神准实在真诚大方，优点是懂得分享洞察力惊人，整个家族都很厉害，胆大心细，能抓准机会谢谢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想带出就是人可以很多缺点这个只要一个优点然后这个优点只要抓到1-2次机会就能够一辈子就丰衣足食了其实现在我们都看到世界上很多挑战关税战啦、经济衰退啦、通胀啦等等，对吧？但如果是能够这个发挥一个优点能把握到一个自己的优点，就能够丰衣足食了这个所以这个这样赚点钱不难，就这样那当然了，我的缺点就不循步就班不听人家的意见不想刻苦耐劳，总是想这个找容易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我的优点，我自己觉得是我的优点是把我的缺点发挥了出来，变成了让我丰衣足食的就是因为没有循步就班所以呢30岁创业30几岁就开始买楼这个20几岁买楼买股票结果就财务自由了不听人家的意见，人家说香港完蛋啦，不要买楼啦，我就不听人家意见去买楼这个2021年人家说香港这个珍惜生命啦，远离港股啦，我就不听人家的意见自己做了独立的分析之后，觉得人家谁都在怕，那就正好的最好的机会，所以我是无论在
楼市或者股市都是最低的时候买入的啊，然后不刻苦耐劳啊，所以现在的生活也是比较自由自在啊，所以也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启蒙更多的人，因为我发现，真的啊，人生当中要有点财富是蛮容易的啊，这个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天天的很辛苦的啊，早上去上班，晚上回家还要看美股，都是蛮辛苦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希望我的分享给大家知道。这个原来人生可以很容易成功的啊！好，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几百万的秘籍，你看懂之后，就很有可能啊，这个之后就容容易易的轻轻松松的就可以丰衣足食了啊。所以呢，今天晚上给大家特点讲的就是特朗普的谈判啊，这次关税战的目的何在？他的计划如何？他的策略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撞了板之后会怎么样啊？因为他每讲一句话，股票市场都会有波动，很大的波动。但是我们知道了他真正的意见之后，真正的这个计划，真正的这个意图之后，我们基本上能猜算到他的下一步。啊，所以上个星期三晚上的 GMT 因为我星期一的时候刚才也讲到，做直播的时候，为什么做直播就看到这一次跌下来，哇，全球股灾之前我也说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去台湾访问的时候，他说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已经跌了这么多了，还没来结果星期一来了，星期一来的时候我就在做好看到好多的机会，所以呢，上个星期一就有了一个直播告诉大家快点进来了。这个星期三的时候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了，结果分析完，星期三分析完之后，星期三的晚上美股暴涨了10%左右结果第二天早上，好多的GMT 的同学那天晚上有听的就来写了，你看8点多就来写了，他说师傅你是不是有内幕消息怎么这么准？OK。然后我说是推算的所以今天把这个秘诀价值超过100万的秘诀，怎么推算特朗普下一步做什么，完全的公开的讲给你听所以刚才说免费公开讲给你听有人会怀疑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免费到底是不是这么有价值所以欢迎大家听完了之后在留言区给我一个评论。到底值不值100万到底值不值多少钱50万或者是不值钱浪费了时间都可以批评都可以 OK。 所以呢，听完之后大家给我一个意见 OK。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特朗普的谈判意图、谈判技巧和现在碰到的困难，下一步到底怎么去做还有一些股票，今天晚上马上会看一只股票跟特朗普有关的，也是我星期三 GMT 讲到的结果哇，这几天涨了好多，今天晚上到底应该要放呢，还是要继续持有呢，还是要加仓呢看看当然超过1000人我也是能够回答大家一个问题，上一次也是超过了1000人，所以最终是回答了大家问的一个股票，所以大家也是这个分享今天的直播出去，或者叫你身边的朋友来听，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直播这样的话我们超越1000人，到最后大家可以问一个股票，好吧？我的意见 OK。 那好了那刚才有讲到我从这个上个星期三4月9号的 GMT 有讲过这个上个星期一的时候叫大家进来啦，快点进来了，真的有好东西给大家。星期三的时候有给真的好多网友进来了一会儿会讲到这个进来了，报名报到我们的整个系统都当给了刷不了卡了，收不了钱了或者我们的客服也是来不及回答 email 了然后呢，果然星期三晚上不负众望，不负大家的信任讲了之后，你看从星期三晚上的
4月9号讲完之后我自己的股票，当然了，我也是有买我所说的股票所有我说的股票，除了2个当时没买完之前，所有的我讲的股票我都买了还有2个股票，后来2天我也买了，所以呢，这些股票到这个当然周末的时候，整个资产就停了其实只有3天就增加了300万左右今天我刚才一看又多了100万左右，所以加在一起的这几天关税战带来的波动带来的股灾，OK 让我赚多了400万 OK。 那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要分享出来，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成绩分享出来，因为现在我看到大多数的人在整个关税战里面整天看着新闻里面愁眉苦脸的，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悲哀，非常的焦虑。哎呀，通胀了怎么办？我们小市民通胀了钱不够用了怎么办？对吧？或者是经济衰退了，生意难做了，没有订单了老板裁员了怎么办包括我有几个收租的物业，其中有好几个那些老板都来跟我说，哎呀，现在香港这个难那个难，我们租不下去了其实我给他减一点租金，他们都说做不下去了，实在是做不下去，不是租金的问题了，现在是连发工资都会亏本的所以呢整个经济是很差的的确是很差的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在股票市场里面学会怎么懂得把握机会，看懂机会，把握机会，赚一点补一下这个帮补一下家用这个我觉得是雪中送炭所以是这样，今天准备了价值超过100万的内容讲给大家听，好吧 ？OK， 那我当然了说这个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做了些调查，看看这个市面上不同的媒体、不同的视频文章对整个关税战的一些看法、一些意见评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抓到重点，还有好多都是讲错了这个，所以呢，我在这里讲一下我的意见当然有可能是我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外面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我是完全认同的有1-2个是很接近的，那些都是大师的，像什么 Howard Marks 但是他们针对这个关税战所讲的还是不多，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深入的讲一下关税战。首先，关税战我觉得它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很多人就说，哎呀，它这个其他的都是幌子，跟那个日本啦、台湾啦、越南啦都是假的，都是假生的，真正要搞的就是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不是的第一个，如果他真正要搞的是中国大陆，想中国大陆完蛋的话，他不需要现在等电话，不需要现在不断的给信息中国大陆的政府他说，哎，我在等你哎，你很坏你不跟我谈你看我们谈完之后，全世界就可以安睡了，这个关税战这么糟糕的事情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你怎么还不跟我谈？你真的好坏对不对？他越是这样谈，他越是更很着急的希望跟中国大陆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呢他不是要针对中国大陆的，如果他要针对中国大陆的，那他现在是完全不应该跟中国大陆谈，只是跟所有其他的国家谈，OK，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人家说了特朗普是希望重组整个世界的供应链，因为某个 advisor 某个 advisor 写了一本书世界的供应链应该怎么重组我觉得也不是的，因为他如果要重整这个世界的供应链，不应该向越南开刀，不应该向这个加拿大开刀，不应该向墨西哥开刀，对吧？他如果要把中国的那些制造业全部撤走的话他当然了，他是先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刀现在呢，中国是站得最硬的，他为了对付中国，摆出一个姿态，他好像要跟全世界一起来谈了就剩下你中国我不跟你谈了。其实这个是他很想跟中国谈的一个信号，发出的一个信号所以
他现在当然是后悔了啊，把这个加拿大的人给惹火了，把墨西哥的给 piss off 了啊，把其他的欧盟给 piss off 了，对吧？如果他事先只是想把全世界供应链重新重组的话，不会向他的盟友开刀的啊。当然，现在他想回去跟他的盟友重新谈，因为他现在其实跟盟友谈只是想刺激一下中国大陆跟他来谈，拿点筹码来跟中国大陆谈。他真正想谈的是中国大陆，而不是希望把中国大陆那些制造业完全撤离啊。当然，如果能撤离的话，他当然是非常乐意看到的，但起码这不是他这一次关税战的谈判里面的目的，我们要搞清楚啊，就是如果我来跟你买房子，对吧？如果你以后飞黄腾达这个家庭幸福我很开心。但我如果跟你谈房子买卖溢价的时候，我的焦点关注点是怎么能谈好一个 deal 最终这个买卖的交易能够谈好之后，你的发展了之后你怎么样了，对吧？当然我是希望大家是这个家庭幸福这个人生健康是往好的方面想的特朗普可能想中国大陆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衰退等等但是在这个谈判里面不是他的目的，这个我们要分清楚，他可能真的想中国大陆衰退，这个老二这个影响不到，威胁不到老大，这是他想要的，但是在这次谈判里面不是他的目的要不然的话他不会之前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去开刀了，这就是外面普遍的我不认同的两个观点，好吧？那好了，我们要了解特朗普整个谈判整个关税战如何进行的话，我们要搞懂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他写过一本书叫《The Art of the Deal》怎么去谈判拿到这个谈判的艺术所以呢，中文书也是翻译了向川普学谈判他的谈判的几个技巧等等等等那我们正好今天晚上应用他书里面写过的谈判的技巧应用在这个关税战里面来看懂他如何打这一个关税战的一个这个谈判的这副牌他是个大师，我们要知道他是个大师，他的确一辈子都在谈判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真正的目的没有想的那么复杂，要搞中国了，要搞什么供应链重组了，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拿一点好处，广东话叫攞着數拿一点好处 ，OK 英文叫 make a deal 拿点 give me some deal， 拿点好处。因为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吧？他一辈子也是在房地产里面谈判我这个工程你们要招标招标完之后，最后再砍你一刀，拿点回扣啦、油水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他一辈子的一个 profession， 一个职业他是有职业病的 ，OK 所以呢。他现在觉得全世界都怎么样？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 bluffing， 都是虚张声势的，不是他真正要做的所以我们不要给他所说的话所影响有人说什么化债啦，这个我就不认同了。现在债的市场搞了危机重重，对吧？所以化债不是他的目的。有人说把那资产价格下去了，什么什么利息下去了，这个都是这个这不是他真正目的。他真正目的就是他这个商人的本性，做生意人的本性拿点好处，攞着數OK，make a deal，alright， OK， 所以呢，他觉得我是谈判的高手大师，全世界我谈判最懂最厉害，所以我就要趁着我有一手好牌，我有美国总统，美国最大的市场我要把全世界来开刀拿点好处帮助我们的美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拿好处是他的重点，他的目的。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所以他要拿好处，他不是要把中国打败不是要把中国这个经济倒闭，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是要自己或者帮美国拿好处。
这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啊，所以呢，外面啊这个评论员讲了很多啦，又这个啦那个啦，好像见鬼啦，好多的鬼故事出来了。真正的目的，他只是想帮自己或者是帮自己的国家美国拿点好处。OK，大家明白这一点。当然不排除这个人呢赚钱赚的他的血里面基因里面都有赚钱的这个嗅觉了这只鲨鱼有这个赚钱的本能了不排除along the way在过程当中他发现如果有赚钱的机会的话，他会捞一把我们看到之前的加密货币，他整个家族在捞一把，到最近这个股票市场的震荡，他也有捞一把所以呢，无论是这个虚拟货币啦，美汇啦，美债啦，美股啦，都可能有捞一把的。所以有时候说，哎呀，免掉关税啦，过了一会说，哎，没有我没免掉，我只是重新来说，所以他所说的所有东西都是虚的招真正的就是自己拿点好处帮这个国人美国人拿点好处，好吧？或者整个美国国家拿点好处好，人数超过1000人了大家想想一会儿想问我什么股票还有我一会儿会送一股的这个看看谁能有机会有能力赚取一股的价值120多块的美元的一股的那个股票大家留着了OK， 好，事不宜迟，马上进入这个高潮了第一个高潮，我今天晚上有好几个高潮第一个重点，所以呢，特朗普的谈判的技巧我谈判也不差当然没有特朗普好我之前买楼都能够每一次买楼能找到低过市价20%谈到低过市价20%的这个成交就是谈判嘛，对吧？谈判所以呢，我看得懂他是如何去最大化他的利益或者是他的好处他代表美国了怎么最大化的去这个增加美国人的好处。第一招，开天杀价所以一开始reciprocal tariff台湾32%，欧盟25%，越南什么40%，哇，人家一看吓死了，对不对股票市场马上崩盘了因为它一开始的那一个价钱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 OK 我最近去了埃及其实你去旅游景点的时候，那些人来给你卖东西的时候一个可能值1块钱的东西，他一开价$10 $10 10块钱，对不对是开一个天价 OK， 所以他一开始的关税也是开一个天价50%，连那个企鹅那个荒岛里面企鹅也有一个大的关税的那个百分比，对吧？它这个百分比也不是说要什么围堵中国啦，中国通过越南出去，所以要把越南也包括里面啦，这个都是 bullshit 的，对吧？我们后来知道它的一个简单的 formula 就是去年我们这个这个贸易逆差多少，除上我们像你这里的进口，除出来那个百分比除2，所以它是这个简单的 formula。不是说画一张地图啦，中国的货经过越南啦，中国的货经过墨西哥啦，所以我要把这些国家的关税多一点了，这都是外面在胡扯的 OK 所以呢，其实它就很简单，来一个开天杀价，然后大家都慌了股票市场啪一下子跌下来，美股是连跌3、4天，对吧？港股因为清明节没有开盘台股因为清明节没有开盘，所以一开盘之后一复盘之后啪一下子港股跌了10几%，所以上个星期一跌了10几%的股灾日之后我就马上说，哎呀，我要来一个直播，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这个机会。为什么机会因为市场恐惧的，哎呦，这次关税比预期最差的还要高很多这只是他的谈判的技巧。OK， 事实上没有真的那么差，但是市场一看，哇，比我们原本想象的最差的还要差很多，就是他的一个开价的时候开了最高的价 ，OK， 开了最高的价之后，当然谈判
谈崩了就不好了，对吧？他还是要 make a deal 啊，这个达成协议的。所以呢，哎，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do anything I want，对吧？他还是。其实他在 program 他说哇70多个人呢，国家的领导了打电话给他了，求他了，要 kiss my ass 啦，要 do anything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me 啦，其实都在讲给中国人听的，对吧？中国就是不吃这一套，所以呢，第二点他就是开了个价之后要你还价那个小东西，比如说旅游的时候，他说$10然后你不买，他就说 OK，你愿意出多少钱对吗？那1块钱的东西他说$10，开天杀价。如果你想了半天$3，他说 OK 啦，卖给你了。你就是 overpriced 了3倍买下了这个1块钱的东西，用了3块钱，对吧？所以他下一个为什么不是他再给一个新的价钱，而是要你们来 propose日本你来 propose越南你来 propose台湾你来 propose因为你去 propose 的话台湾这样 propose日本这样 propose他就能互相的比价，把他的利益往上调。他可以跟越南说台湾给我好一点跟日本说这个越南给我好一点跟那个台湾说日本给我这个越南给我好一点，对吧？他可以互相的把那个逐步让步往上走，这是谈判的艺术，他这本书里面也有写过的，也是一个谈判的高手所用的 OK 有人拍手了这只是第一招总共有4招有没有用有没有用 OK 所以今天干货满满第二招就是什么？不给你时间给你巨大的压力，不给你时间，泰山压顶这样压下来所以呢都是有个 deadline， 而且这个 deadline 很快这个 deadline 之前他会不断的 push 推你这个你要完蛋了，你要完蛋了，对吧？所以呢这里具体的字大家可以细看所以他最主要是给了你一个 deadline， 给了你一个你谈不完你就死了，你就糟糕了，你就完蛋了现在我在跟谁谈了，对吧？都是不断的给压力所以他现在不断的给中国大陆压力你看我又跟越南谈了，你看我又跟日本谈了，我又跟谁谈了你死定了 OK， 他就是这样处处逼人，让你喘不过气来，就打电话去求饶了do anything you want kiss your ass， 对吧？他这个笑死人的那个台词了 OK 所以这是他的第2步 OK。第3步，整个媒体已经被他操纵了他不喜欢的媒体叫 fake news， 叫这个不给他进来采访，所以呢这些媒体要这个讨好他，再继续有采访的话，都是被他操纵的，包括 Elon Musk 下面的 X， 包括他自己也有 social media DJT 的 social media， 对吧？所以呢，他通过 social media他经常在这个 X 里面发文也是通过其他的媒体请了一个美女来不断的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级官员不断的出来这个发放他们所这个想发放的一些信息所以呢，美国人最厉害什么？美国人最厉害是 Hollywood 和好莱坞Hollywood OK 拍戏的，拍戏拍什么？总是有一个什么好人有一个坏蛋，有一个 Captain America 有一个大坏蛋，对吧？所以大坏蛋永远是被这个 Captain America 或者另外一个英雄打的，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剧本所以特朗普是媒体出来的，他是Apprentice 搞这个电视节目出来的，他完全深深的明白如何去造势，如何去做一套好看的戏，大家都喜欢看下去的戏，所以呢他都是把这里一出来we have been so unfairly treated, ripped off for so many years 这个完全不合理的东西，对不对？我跟你买了东西，然后就说你不公平的来骗了我，这个怎么是骗了，对不对？你的老板发了工资给你，然后就告诉你，哎呀，你骗了我了，你拿了工资也不开心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换过来收了工资那个说老板，对吧？你不公平了这个
换过来啊，你老板发了工资还要骂你，那你就不工作了，是不是啊？不去工作，所以呢，他其实这些这个骂人家啦、说不公平啦等等啦，都是他的剧本的台词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川普怎么疯狂了？这个川普怎么好像讲东西这么不讲道理的，都是他的剧本的台词。OK 然后呢，就是要塑造对面哇，中国大陆太不好了，怎么样了？或者是他跟那个 Kamala 竞争的时候，哇，那个 Kamala 这个贺锦丽，我们香港叫贺锦丽，白痴啦，哎呀，一点用也没有了，对吧？这都是他塑造出来的那一个这个台词，使到他的对手给人家一个形象中了他的圈套，给人家的一个形象所以呢，他会把歪理讲1000遍，变成了真理以前有个句话叫这个歪理谎言说1000遍就变成了真理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东西一直在说中国你好坏呀，中国你最坏呀，中国，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中国大陆好坏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我们头脑清醒的话就不要被他催眠了，不要被他洗脑了 OK 所以呢他当然是把自己塑造成我是谈判的高手你们不懂这个是我的高手，对吧？所以人家觉得哇，川普好野，川普好野by the way香港叫特朗普台湾叫川普大陆叫特朗普香港叫他亲就 Trump 就亲OK 所以我在某些YouTube 视频里面下面有人在留言说哎呀什么我们是大陆人啦什么的，我们不要这样批评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就叫他英文名字好不好 Donald Trump OK Donald Trump OK OK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作风第4招不按常规出牌，所以你会觉得他整天变，这个老头是不是疯了星期六的时候说不收关税了，今天又说不是不收关税了，只是要重新这个 reclassify 重新定义不同的产业的关税他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是他讲的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说你这个禁毒这个什么分离没有太马力，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另外一个声东击西，而且是变化莫测所以我们这个不懂的话，觉得这老头整天在这里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对吧？这其实都是他的谈判的技巧，而且他是用了这4招，在他整个生涯里面从这个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商做到了大的millionaire billionaire 这个亿万富翁，又做到了 TV show 里面的很火的一个人，做到了美国总统，现在世界的舞台上继续的发挥他的这个谈判技巧，他是谈判大师来拿全世界的好处 OK 好啦，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川普亲这么厉害的一个谈判大师，现在美国这手牌又是全世界最强的，那你是 buyer 对不对？客户有钱，当然是那手牌肯定是最强的供应商来做你生意的一定是低声下气的，对吧？谈判的这么好的一手牌，为什么现在做到了整个天下好像在笑他的笑病？OK 我们有好多的梗图说他在等电话他在等这个习近平的电话等不到，对吧？等到心里心痛了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手牌打到现在打了被全世界在笑呢？那我接下来会讲解，也是第2波的高潮之前要给大家先来一个好消息休息一下 OK 5秒钟的休息 OK 那好消息就是我们最近我这里是这个 GMT 里面我讲的是基本分析所以宏观的基本分析但是呢现在还有市场的心理学的也是一个我们叫 FTP 第3个是技术分析，在现在这个动荡的股市里面，技术分析是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股民能看到的资讯是落后的，而且是有限的，我们需要靠技术分析来看到
整个大户的资金啊，机构的资金在怎么走，他们在走到哪个板块，哪些股票啊，所以技术分析现在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因为这样啊，我们为大家争取了一点福利，我们的成本很高了，代价很高了，对吧？上一次给大家说免费用，结果我们哎呀亏大了，亏损太大了，开支太大了，对吧？所以呢，这一次的好消息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报读啊 Rich 的那个银饰股票啊，它的整套课程21天的整套课程，超级棒的超值的课程的话，我们还额外的免费的开通它那一个 APP 给大家7天的免费，完全全部功能开通给大家使用。我们成本很大的哦，所以呢，只有头20个名额啊，上一次已经超过20个了啊，那现在我们额外再有20个名额给马上报名的头20个啊，有额外开通它的 APP 给大家用的啊，所以大家对技术分析有兴趣的或者想这个通过技术分析来这个股票投资回报更好的，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看到链接了解更多，好吧？好了，现在到了第2波的高潮了，我们总共有3波高潮啊！今天哇，这个 by the way， 到现在为止高潮爽不爽，好不好？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反馈的意见啊。那回到第2波，就是说他有这么好的一手牌，为什么会打到现在这么烂呢？啊，其实我们就讲了，他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兵法里面有说，一个将军如果打赢了战5次之后，第6次一定会打输掉。OK， 以前啊那些皇帝看看哪个将军要派出去，曾经有一个应该是在战国的时候还是哪一个时候啊，说哎这个将军打了5次的胜仗了。要不要派他出去？那个谋士就说了啊，他已经打赢了5次的战，如果打胜仗打赢了5次，如果再派他的话，这第6次就会失败了啊。那个王说，哎，为什么？结果真的打输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骄傲，他会轻敌，到最后骄兵必败，就是这样打输掉了啊。所以特朗普川普Trump，OK。他一辈子打了这么多的胜仗啊，包括2018、19年的时候，当时第1次的贸易战跟中国谈判，是把中国叫按在地上摩擦，任他开条件，中国是没办法，只好忍声吞气的完全的接受。所以他觉得，哎，你这个对手不是手下败将吗？5年前、4年前你败得这么惨，所以他这一次是完全的这个我不同意了，OK 刚才有人说这个川普是想全世界买债，现在都没有人买债了，所以你看这个债息这么高就是没有人买债了，我不是他的目的了，OK， 他只是想拿点好处好了，所以他觉得，哎，这个是首相败仗吗？上次你打败给我的吗？对吧？所以他这次完全没有把中国看在眼里。再说他去年又是大笔数的把那个贺锦丽这个Kamala Harris Kamala 又是摩擦在地上摩擦，任他摩擦，他觉得哎呀好爽啊，我是大笔数的赢了，对吧？这次的那个 Zelensky 跑到 White House 又是给他羞辱了又是You have no cards 来教训人家，那你完全没有谈判的筹码，你要来跟我谈判，我是谁啊？我是谈判高手，又把那个乌克兰又搞在所以他胜了这么多次之后，自信心膨胀了之后到最后这个现在轻敌了，OK， 好了，但是呢，他讲的这套方法整天说人家 rip 他 off 这个好像是这个占了他便宜啦，不公平啦，等等啦，对吧？中国人就是不吃你这一套，所以呢，而且看到特朗普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寸进尺中国人的出口商、制造商，他们的毛利已经是越来越低，已经是流着血在生产了，那干嘛还要流着血在生产，还要被你骂，还要说我骗了你，我已经流了血成就了你，对吧？所以呢，中国人这次就觉得这个所以这次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得寸进尺
没有看好就收，没有赚到一点就收兵了他是贪得无厌，而且呢把人家逼到了死胡同 dead end 的话，人家就拼命的反抗了。OK， 所以这次中国是退到了无路可退的时候，拼命的这个反抗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中国所做的事情在教科书里面是经典的教科书里面的谈判的一个策略，你给我34%，我给你34%，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谈，而不是继续的升级。不应该升级的，人家34%就是说，继续谈下去，我们都会 lose 双输，所以我们要坐下来不要你也输我也输，到最后我们两个都输，我们坐下来防止了lose 双输，我们求 win 共赢这是这个以牙还牙叫 take for tag 的一个目的。OK， 所以特朗普收到了这个第一次的中国的34%的关税的报复之后，他其实应该这个停止这个继续进攻，知道这一次中国站起来了，不是容易的谈了，对吧？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对吧？他说 China play it wrong， 中国玩错了，其实是特朗普在说 Oh shit， 我自己玩错了，我自己出错牌了他说 They panic， 他们惊恐失措了，其实是特朗普惊恐失措了，惊慌失措了所以他那天马上说我给你明天时间把34%拿走，要不然我加你50%。好了，中国不吃这一套他这个不应该再升级50%，所以特朗普再升级50%了，中国马上再以牙还牙50%，他再加你报124%了，中国也回到了124%了，而且中国跟你说，你再加的话，我没时间给你玩了，这么无聊的游戏不玩了，你再加的话，我都不会反应了。好了，现在完全的断掉了。OK， 这个时候特朗普就说：“我在等你电话你好坏不打电话来，你看现在整个世界都人民都受害了，好像又是你坏了，对不对？”其实是特朗普打坏了这张牌，打出去之后是收不回来的他不应该升50%的这升级，他错误的低估了，好像中国会这个投降。OK， 然后他现在说，我跟越南谈了，我跟谁谈了，我跟其他的人谈了，我给他们90天的宽松了，其实都是假的，他自己顶不顺了，他自己搞不定了他自己的民意，他现在这个美国人的那个这个天天上去马路上游行抗议他搞不定了，他好急他说习近平你是我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打电话给我对不对所以呢，但是他完全是低估了整个民族过去100多年被这个外国侵略所出来的所以中国的那个大陆的那个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对不对？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个是14亿人民从小唱的歌在每一个中国大陆，起码中国大陆人，包括现在香港人的那个天天在听的那个 DNA 里面的文化这个已经是文化的潜意识里面了，对吧？所以现在把毛主席中国大陆的毛主席也搬出来了，这个搬出来之后是不可能退下来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府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习近平可以好像示弱给你这个投降了不投降了打到底。不投降打到底，这很明确的讲出来，你再不要给我瞎忽悠了，我不吃这一套，我们愿意打到底什么叫打到底？就是你把所有关税撤离，我们从零开始谈零关税。所以中国要求的就是你把所有关税撤离，我们平等的，你不要来说我骗了你，你们平等的，我们平等的坐下来谈。那特朗普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不对？他其他的国家已经谈好了，已经拿到好处了，怎么可以跟中国是零关税重新开始谈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停在这里了那我们要继续推算下去到怎么看到这个之后怎么去应变，
更加重要的是怎么能赚钱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我们的推算里面monetize 变现啊。所以以下这个就是上个星期三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推算。当时呢，当然我讲了好多章，第21章的时候我就推算了6个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是演化到特朗普，要不就是被美国的民主的这个架构下台，要不就是明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下台或者倒戈，或者他是种种原因推不下去了，被逼的撤回关税。如果这个发生的话，股票市场是3个火箭，就是涨好多，涨好多。OK， 结果真的那天晚上讲完之后，星期三晚上，我们的晚上就是美国的上午的时候，特朗普宣布了给所有国家的 retaliation 这个报复性，他所谓的报复性关税90天的宽松期。除了中国，中国好坏哦，对不对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国家也90天的宽松期。当然我们作为投资股票这个啪一下子涨得不得了，涨得不得了而这个盘前包括一开市的时候，大家听了我之后，一开市的时候还买入了好多的股票，结果到了11点12点的时候，股票直线上涨10%。哇，好多人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对吧？就是分析到，其实这个中国这个打关税战的话，中国的损失会比美国大，但是中国抗跌的能力要比美国强，美国坚持不下去。我们看朝鲜战争，我们看越战，到最后美国都是坚持不下去。虽然中国在那个战争里面死伤的人数远远要多几十倍、几百倍但是美国熬不下去就停战了。OK， 所以呢，停战的话，股票市场就会涨好多。OK， 所以这个是发生在星期三的晚上了还有一点，当时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也看到了我当时还没有人讲，我就说了，中国的央行开始抛售美债了当然我这里写中国农民，因为副总统万斯，美国副总统万斯把中国人笑成农民，他说问农民借钱，再去问农民买东西，对吧？那所以呢，中国的央行开始抛售美债了。在抛售美债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是日本的那美债涨到了4.5%的这个收益率抛售美债，美债跌，收益率上去，所以它的收益率上去代表着美债跌。所以在这里之前我一直叫大家不要买美债，因为美债会跌得好惨，不是低风险，是高风险低回报，不值得好多台湾的人很喜欢买美国债券。好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叫人家买美国债券，说这个说 safe no safe not safe OK 是高风险低回报的东西，傻瓜才买的还有一点就是未来的通胀肯定会上去，通胀上去，你10年后拿回来的钱根本是不值钱，你拿它的那么一点点的收益率，完全是亏本的是一定是必输无疑的。is a sure lose OK 必输无疑的好了中国开始抛这个美债了，对吧？那我刚才听了著名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啦，什么金融专家啦，都说了，中国抛了美债，中国没有好处嘞，因为中国现在想人民币弱一点嘞，因为他们被受关税了嘛，人民币要弱一点还可以出口人民币高了他们不想要第一个 bullshit， 中国现在已经是不打算出口任何东西给美国了，已经停了140%， 154%，还有什么生意好做了？什么人民币都汇率都不要做这个生意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央行抛售了美债之后，不会换成人民币了，那些经济学家自己都没搞懂了，对不对央行的外汇是央行这些企业赚了美金之后给央行换的，央行发行了人民币就拿到了手里，拿到了美钞美元，
跑去美国买债券，他现在不会卖走债券跑去这个换人民币啊，你换人民币不就是货币紧缩了吗？对不对？这些大家好像听不懂哦，其实这些如果是金融专家这样给你讲的话，那些人真的是白痴了，还好意思上什么 CNN 受访问了，对吧？这个有时候我真的看完这觉得一点基本的那个财经知识都没有，对不对？央行抛售了美债之后，不可能买回人民币，因为央行买人民币等于是把资金从市场里面抽走。中国现在要的是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资金抽走之后，股票市场会跌，债券市场会跌，经济会不好，对不对？所以中国抛售了美债去做什么？买黄金，明白这一点吗？买黄金。所以我到了台湾那个访问说买黄金，上个星期一晚上说买黄金 ，OK， 这个是1800开始说起说买黄金那当然了，特朗普守不住了这个美债开始抛售了他希望要缓一缓，因为这样打下去的话，不光是这个中国央行在抛日本的央行也在抛，还有其他的对冲基金也会慌了，也会抛所以呢，特朗普起码要稳定一些投资者所以把这个关税缓了90天，给他一个宽松期我多仁慈给你们宽松期90天，其实他是这个熬不住了那当天晚上的这个 Nasdaq 涨了12%，S&P 500涨了9.5%，Dow 涨了7.8%，OK，Russell 2000涨了8.66%。我们买那些股票一开市的时候还是跌的，结果我们涨得更多，OK，所以呢，第二天早上8点钟同学就写来了，师傅你刚讲完特朗普就顶不住压力了，让步了，昨天做空的还来不及跑了，全部被屠杀了，你是不是收到内幕消息，所以才加了星期三的 GMT 还有一个说了之前这个2年前我讲的是 Nvidia， 后来讲的 Lemonade这次讲到苹果了我当天晚上也讲到苹果都是涨得不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会儿看看今天晚上苹果又要涨了，涨多少 OK， 那好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有第3波高潮一会儿再讲那好了，这里也要抱歉，因为呢上个星期三我们说是最后的限期给大家报 GMT， 结果哇人多的不得了我们这个系统报名的系统也是曾经有一小段时间是downgrade了有些人说哎呀我来报名但是报不了好，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报名的日期这延迟到这个星期5给大家多1-2天时间，好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这个有时间去报名。你看你进来 GMT 之后多么有价值的帮助大家对抗这一个通胀对抗这个经济衰退啦，在股票市场里面起码不要输冤枉钱，还能赚多一点钱 OK， 那又回到了第3波的高潮来了回到了上个星期三的那第一个大家知道我说金价现在是美元危机美钞危机OK， 美债危机美债危机和美元危机2大危机的一个对冲品 OK， 现在中国在抛售美债以后，政府这个债券到期之后要再发行债的时候，没有人来买新的债了没有中国了那其他的国家你外汇我都没外汇赚了，我不买你美国的债了，所以它的债息要涨，债券价格要跌下来，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债息涨上去，美元汇率涨上去，美汇指数会涨上去，但是大家现在看一下美汇指数跌到了100以下，所以788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遍了，你可以看我 YouTube 的视频，我说美元有危机，大家说你看好人民币吗？我不是说看好人民币，这2回事情不要无知了，对不对？我们要有点财商知识 OK， 所以美元现在跌到了99，黄金不断的在涨，我1800、2200、2800还能涨吗？现在3200多，还在涨哦，对吧？好，另外一方面
这个国债啊，当然国债现在在浮动，对吧？国债的那个债息率曾经是跌下来的啊，因为经济不好，金价又上去。第三个，美元啊危机。第四个地缘政治，央行现在啊，你想想哈，中国大陆的央行卖走了几千亿的美债，买什么好啊？对吧？不能换人民币了，人家说换人民币这是错的，不能换人民币。抛售了美债之后可以买什么？啊，买黄金。所以黄金怎么能不涨？对不对？黄金涨，你做金矿股的话，那当然会涨啊，金矿股会赚得更多，因为这个价格高了，但它的成本还是维持的，所以它的盈利增长的百分比要比黄金的价格涨得更多啊，所以这个推算是不是就很容易了，对吧？所以呢，当天晚上就说 Barry Gold 是其中一个啊，你看当天晚上才短短的一个星期，从17块6毛4涨到了20块5毛9了，涨了这么多，对不对？这每天都在发生，每天我一看，哎呀，我真的觉得你们还没进来 GMT 的很可惜啊，是不是很可惜？对不对？啊，每天啊，好了啊，最后啊，给大家一个好玩的东西啊，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苹果美股收市的时候，苹果是多少价格 ？OK，谁猜中的话，我会送一股温蟹，一股苹果的现金给你哦，不会买一股还要换名字转名字哦，我会看看苹果的股价是多少啊，然后呢给你那个120几块，多少块啊，220几块的那一个苹果的那个价格给你，好吧？one share of 苹果啊，那怎么来玩呢？第一个你要在这个留言区写下你觉得今天的收市价，美股的收市价是多少？写下来 ，OK，然后把今天的我们这个直播分享到你的WhatsApp 啦，WhatsApp 很难 cap 图，你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啊，分享到你的 Facebook，OK，讲中了之后啊，明天一看，哎，我中了，我讲对了，我讲中了，对不对？你来通知我，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上你的这个 Facebook 啊去看一下。啊，如果你真的啊，我们会看时间的啊。如果是啊，在收市前分享这一个直播的一个连接的话啊，你有讲中了，有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了啊，那我们就会啊送你我不知道是220还是206还是210块，I don't know，OK，啊211，OK，现在是211，我说是今天晚上收市的时候，对吧？那好了，讲回这一点啊，我收你200多块很小事，因为为什么？我们当天晚上170多块我就讲了，用户是离不开苹果的。我的 iPhone 坏了，我的电脑如果坏了，再加我的关税啊，当然我在香港啊没有关税，但再加我的关税，我还是要买呀，走不了的，对吧？同样的，美国也离不开中国但人家说了，苹果的手机回到美国去制造的话，它做出来的成本就已经是它现在的3倍4倍了。对吧？它回不了美国去做的，OK？所以用户离不开苹果，美国离不开中国啊，所以呢，当时我就说了啊，这个股价跌下来苹果的股价跌下来是完全被错杀了啊，除非中国明天中国大陆的政府明天找苹果麻烦，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少。中国还是个讲道理的，起码是不是不想乱来的，OK？那所以呢，这个我当时就觉得 RSI 到了20了，严重的超卖了所以当时我自己也有买入苹果当然苹果是个10倍股，当年iPhone 3出来的时候，我太太就买入了好多的苹果，到现在涨了不止10倍了，20倍都有了。她是08年买苹果的，我是乔布斯死的时候我放走了，结果就再也买不回来最近我才买回来最近买回来，所以大家好玩一点，好吧 ？OK， 那今天超过了1000人了哇，时间也够了，但是超过1000人，大家想问什么股票可以现在问了212、218、232、
，2019，OK，大家继续猜了啊。好，大家这个想问什么股票可以问一个，港交所有什么看法？有没有机会涨1倍？美团啊，我看看哪一个最多兴趣啊？235啊，235这个价格是不是？不是235这个号码的股票。还有没有什么股票想问的？啊，给大家一些时间来讲一下。有人说想知道苹果。哦，好多人说388哦，好几个说388，就是那一个港交所啊。OK，那我觉得啊，现在呢，第一个大家在吵架嘛，这个美国跟中国在关税谈判在吵架，所以呢，任何这个可以使到对方不爽的，他都会挂在嘴巴里面讲啊，包括你们的中概股要退市啦，在美国退市啦，对吧？那他有他的讲，这是我觉得是虚招了啊 ，bluffing 虚招了。但是举个例子，你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你是他的客户，那个老板说我要把你赶出去了，赶跑了，那你作为一个这个用户对吧，一个客户，当然要选定第二个地方上市了啊。所以呢，现在有好多的中概股还没有在香港上市，他们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我觉得迟早都会有第二次上市啊。以前可能是美国上市就够了但以后可能会像富途啦这些什么 Tiger 啦这些拼多多啦都会来香港上市。那这个当然会对港交所有帮助所以港交所股价今天涨了不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好吧？那会不会美国退市我觉得可能性小一点，但是起码有这个讲在嘴巴里，已经是利好港交所了利好港交所了。OK， 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最后当然是还是没有进入 GMT 的话赶快，我们星期五就会停止收声了或者你想自学的话也可以这个Rich 的技术分析课程跟外边的是不一样的，他用的那些方法跟一般的什么 RSI 啦 MACD 是不一样的也是好消息就是你现在报名的话，他那个 APP 可以全部功能免费用7天所以把握机会，2个都可以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